魔岩城外的天空突然变得宁静，城墙上的人们惊讶地看着灵动神秘消失。石轩面色铁青地目睹了灵动带走100万涅槃丹，这对魔岩王朝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羞辱。石轩随即宣布，谁能捕获灵动，不仅可获得其身上的涅槃丹，魔岩王朝还会额外奖励50万。这一消息迅速激起了人们的贪婪。尽管有些人意识到捕获灵动并非易事，但150万涅槃丹的诱惑足以让许多人疯狂。与此同时，灵动已经安全地藏身于密钥空间，一个连石轩也无法察觉的地方。怎么回事？望着小雕，灵动皱眉道：“你自己看看。”小雕爪子抓了下脸，眼神倒是略微有点古怪。灵动发现自己体内出现了一个复杂的光阵，这个阵法不仅古老晦涩，还在吸收它的元力。小雕解释说，这个阵法可能来源于运神蒲团，具有融合不同力量的神奇效果。灵动尝试攻击光阵，但未能动摇它，反而使它吸收元力的速度加快。小雕建议，要控制这个阵法，灵动需要使用吞噬祖符和神秘石符这样的强大物品。灵动决定尝试利用这2大神物来镇压并控制体内的光阵。小雕微微点头，笑着对灵动说道：“这也算是因祸得福。若是能够将这阵法镇压掌控，或许对你以后都将会有着莫大的好处。”灵动点头，他准备利用吞噬祖符和神秘石符的力量来掌控体内的神秘阵法。他心中充满了斗志，无论这阵法的来历多么惊人，既然它现在存在于灵动的体内，他就要让它服从自己的意志。灵动相信，即使是最强大的力量，只要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也能够发挥出巨大的潜力。他紧握拳头，准备开始尝试镇压并利用这个阵法。灵动在小雕的指导下，准备开始尝试镇压并控制体内的古老阵法。小雕作为经验丰富的灵兽，对于这种神秘的阵法有着自己的见解和处理方法。首先，小雕建议灵动将心神集中，调动体内的吞噬祖符和神秘石符的力量。这2大神物都拥有强大的力量，足以对古老阵法产生影响。接着，灵动需要将这2种力量小心翼翼地引入丹田，接近那悬浮的光阵。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精确度和控制力，因为任何鲁莽的行动都可能导致阵法的反抗，甚至可能引发不可预知的后果。一旦2种力量接触到阵法，灵动就要尝试用自己的意志去引导和控制它们。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艰难，因为阵法本身可能具有自我保护的机制，会抵抗外来的控制。小雕提醒灵动，关键在于耐心和坚持。灵动需要不断的尝试，逐渐削弱阵法的抵抗，直到最终能够完全控制它。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，但只要灵动不放弃，最终应该能够成功。最后，一旦灵动成功控制了阵法，他就能够利用它融合体内的力量，提升自己的实力。这种力量的融合可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强大能力。接下来怎么做？灵动问道。大凡阵法，不管有多么的复杂，殊途同归，总归是有着中枢之处。只要将其中枢镇压，自然便是能够镇压整个阵法。小雕的声音传来，灵动在小雕的指导下，通过感应体内元力的流动，终于找到了那古老阵法的中枢点。这个过程虽然艰难且耗时，但最终他成功地发现了能量汇聚之处。在确认了中枢点后，灵动利用吞噬祖符和神秘石符的力量，开始尝试镇压并控制这个名为乾坤古阵的强大阵法。面对乾坤古阵的顽强抵抗，灵动并未气馁，他坚持使用吞噬祖符的吞噬之力，同时辅以神秘石符的力量，形成了一个黑白相间的奇异光幕。这个光幕不仅压制了阵法的反抗，还使得阵法的震动逐渐平息，最终成功地将其镇压。虽说此次失去了运神蒲团，但灵动却是得到了一个功能更为强大以及神秘的乾坤古阵。石轩，这一次倒是要感谢你了。密钥空间中，灵动紧闭的双眼缓缓睁开，自语道。小雕对灵动的好运感到羡慕，同时也提醒他，这种能量融合的技巧非常珍贵，不是随便能够掌握的。虽然灵动目前还无法过度催动这种新生能量，但他已经计划好如何利用它来提升自己的实力。灵动和小雕讨论了接下来的计划。他们知道，远古战场上的各大王朝都在积极寻找宝藏和传承，以增强自身实力，他们也不能落后。灵动说道，根据他从精神烙印中得到的记忆，远古秘藏即将开启，这将是一次难得的机会，但也充满了危险。小雕回应说，灵动手中的涅槃丹足够他尝试冲击涅槃境，但灵动的野心不止于此，他对涅槃劫也充满了兴趣。小雕知道灵动有着足够的资格去尝试，因为他的肉体已经非常强悍，而且他修炼的小涅槃金身让他拥有了不逊色于涅槃境强者的体质。然而灵动也清楚，面对魔岩王朝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犯，他必须拥有足够的实力应对。小雕建议灵动利用血灵葵来迅速提升实力，这是他手中能够快速增强战力的资源之一。血灵葵在全盛时期的实力远超现在，但灵动手中的涅槃丹足以让他恢复到1级灵葵的程度，这样的力量足以对抗石轩。灵动问道，魔岩王朝除了石轩外，还有着那还未露面但也是最为棘手的真正首领。小雕笑眯眯地指着趴在地上的小妍，笑道，你别把这纯虎给忘记了，他跟着你伙食可不要太好，而且他虽然只是很普通的活盲虎，
但却是极为罕见的变异血脉。若是能够成功进入涅槃境，实力也不可小觑。小妍，灵动怔了一下，小雕的提醒让灵动意识到，仅仅依靠涅槃丹来帮助小妍冲击涅槃境可能并不足够，因为妖兽的灵智开启和血脉的纯正度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小妍虽然吞噬了多种血脉，但要真正改变血脉，还需要吞噬纯正的虎类血脉。小雕提到的暗渊虎、旱地雷虎和天魔虎这3种血脉，对小妍来说将是一次质的飞跃。虽然寻找这些稀有血脉的任务艰巨，但灵动为了小妍的未来，愿意接受挑战。他深知，一旦小妍拥有了纯正的血脉，其潜力将无可限量。在准备提升血灵魁的实力时，灵动毫不犹豫地投入了大量涅槃丹。经过2日的努力，血灵魁的实力成功提升到了1级灵魁的程度，足以抗衡1元涅槃境的石轩。在做完这些准备后，灵动才放心地带着小妍从密钥空间中走出。在一片遥远的平原上，空间扭曲之中，灵动的身影神秘地出现。他从远古密钥空间中走出，周身环绕着雄浑的原力。确认四周并无异常后，他松了一口气，身体逐渐放松。小雕从他的肩膀上闪现，对灵动说道：“这远古密钥用来逃命，确实不错。”灵动笑着回应，目光投向远方，计划着接下来的行动。他们决定立即前往远古之地，因为灵动知道1个月后是开启远古秘藏的最佳时机。他认为其他高级王朝也必然得知这一消息，可能已经在路上。为了熟悉环境，他们需要提前行动。小雕点头同意，他知道远古秘藏的重要性，整个西北地域的王朝都将为之疯狂。这次的争夺将远比雷烟谷的争夺更为惨烈，即使是强如魔岩王朝，在这种局面下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因为西北地域中还有许多令他们忌惮的势力。灵动眼中闪烁着火热的光芒，他并不因出身低级王朝而自卑，面对任何挑战都毫不畏惧。他坚信，只有通过这样的磨练，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。没有迟疑，灵动召唤出小妍，后者立刻变身为战斗形态，振翅冲上云霄。灵动跃上虎背，稳坐其上。随着小妍的一声低吼，他们化为一道红色闪电，向着远古之地疾驰而去，很快消失在天际的尽头。在西北地域的辽阔空间中，灵动与小妍正急速赶往远古之地，预计需要5天时间。途中，灵动不仅要面对频繁的妖潮围攻，还要应对来自魔岩王朝的悬赏通缉。可是，对于灵动来说，这些妖潮不过是涅槃之气的丰富来源，而远古战场的黑夜也无法对他构成威胁。在这5天的旅途中，灵动经历了7波妖潮，收获了大量的妖精，价值约近10万涅槃丹。尽管他在城市中打探虎类纯正血脉的消息并未有太多收获，但他意外发现自己成为了众多强者的目标。经过一番激战，灵动得知自己被魔岩王朝悬赏，悬赏金额高达150万涅槃丹。随着第2日黄昏的到来，灵动终于抵达了远古之地。这里是西北地域最为复杂和古老的地方，也是众多王朝争夺远古秘藏的焦点。灵动进入一座雄伟的城市，直奔情报交易所，希望能找到关于暗渊虎、旱地雷虎和天魔虎的线索。在情报交易所，灵动得知4枚远古秘钥的分布情况，并对魔岩王朝的实力感到惊讶。当灵动询问关于3种虎类妖兽的消息时，干瘦男子告诉他，这些妖兽通常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妖域。正当灵动失望之际，干瘦男子透露了有关这些妖兽的珍贵情报，这让灵动的眼中闪过一丝惊喜。只要真有我所需要的情报，自会给你满意的价格。最后，灵动以1万涅槃丹换取了关于天魔虎骨的情报，这是他为小妍寻找血脉提升机会的关键。干瘦男子透露，北面千里之外的兽谷中有一头大力裂地虎，它的巢穴藏有一具天魔虎的骨骸，这对于灵动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。尽管干瘦男子提醒灵动，已有2大高级王朝魔虎王朝和兽王朝对天魔虎骨虎视眈眈，且各自拥有强大的1元涅槃境强者，但灵动并未因此而畏惧，他反而要求这位男子提供更多的情报，并为此额外支付了11000涅槃丹。得知2大王朝的详细情况后，灵动没有在城市中多做停留，他迅速离开情报交易所，召唤小妍，立刻启程前往兽谷。小雕提醒灵动，兽谷中的大力裂地虎以及2大高级王朝的强者都是难以对付的对手。然而，对于灵动而言，天魔虎骨的重要性远超过了这些困难。他决定利用自己在暗处的优势，等待时机，争取在2大王朝与大力裂地虎的争斗中找到机会。小雕虽然担心，但也理解灵动的决定，相信小妍未来的成长会让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在飞往兽谷的途中，灵动遭遇了魔虎王朝和兽王朝的封锁，他没有直接冲突，而是选择了更为谨慎的方式，悄悄跟随封锁的强者，利用他们的手段悄然进入兽谷。他的行动隐秘而果断。当灵动终于来到兽谷，他看到了被2大王朝强者逼迫出场的大力裂地虎。这头妖兽的气势强大，显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。而2大王朝的1元涅槃强者更是彰显了他们的实力和决心。面对眼前的局势，灵动保持着冷静，无论是利用策略还是凭借实力，他都要试图获得天魔虎骨，为小妍的未来铺平道路。